1942年，红骷髅带领九头蛇入侵挪威，在这里发现了众神之父奥丁隐藏在这里的宇宙立方。随后，在与美队的战斗中，红骷髅被宇宙魔方传送，来到了沃米尔，成为了灵魂宝石的引路人。最后，宇宙魔方也是掉进了深海。二战结束后，钢铁侠的父亲从深海中打捞起宇宙立方，并建立了神盾局，也开始了对宇宙魔方的研究。在惊奇队长中，神盾局成立了飞马计划，而隐藏在地球的克里人科学家马维尔成为了整个计划的负责人，而未来的鲸队卡罗尔成为了马维尔的助手。马维尔将宇宙立方藏到了自己位于太空中的秘密实验室里，并开始了秘密研究。马维尔通过宇宙立方成功地研究出了光速引擎，并确定加入斯克鲁人的阵容来对抗自己的族人。克里突击队闻讯赶到地球，击落了卡罗尔和马维尔驾驶的搭载了新型引擎的战机。卡罗尔选择击毁发动机，随后在爆炸中意外吸收了其中来自宇宙立方的能量，获得超能力，成为了惊奇队长。在几年后，惊奇在太空中发现了马维尔太空中的实验室。一阵乱斗中，外星猫始源兽意外吞掉了宇宙魔方，但回到地球后，又在福瑞的办公室里吐了出来。宇宙立方也再次回到了神盾局的手中，神盾局也再次开始研究宇宙立方。这天，在神盾局的实验室里，宇宙立方突然能量外泄，这引起了局长福瑞的注意。特工菲尔表示，这股能量还在持续上升，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危险。福瑞下令全部人立刻撤到实验室，并找到博士询问该如何处理。博士表示，宇宙立方本身就是一个能量体，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只是检测它所释放的伽马射线，但是并没有能够控制它的技术和权力。此时的鹰眼推测，宇宙立方作为通往宇宙另一端的通道，那么导致宇宙立方异常的原因很可能不是在这边，而是通道的另一端。话音未落，宇宙立方便突然射出光线，打开了宇宙大门。漫威史上最弱 BOSS 诡异之神洛基闪亮登场。原来在雷神1里，洛基意外掉落彩虹桥并没有死，而是被宇宙中的奇塔瑞种族拯救。奇塔瑞的首领察觉到宇宙立方觉醒，便决定派遣洛基通过宇宙魔方来到地球，于是给了洛基一把心灵权杖，并让洛基夺回宇宙魔方，打开宇宙大门，释放奇塔瑞军队，从而占领地球。此时的福瑞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命令洛基放下手中的权杖。洛基并没有理会，反而利用权杖很快便打倒了众人，然后便利用心灵权杖控制了鹰眼还有博士。福瑞见状不对，便偷偷把宇宙立方放进盒子里带走，并准备引爆实验室，准备与洛基来个同归于尽。此时被控制的鹰眼察觉到了福瑞的想法，抬手一枪击中了福瑞。鹰眼表示实验室还有2分钟就会爆炸。随后，在鹰眼的带领下，众人很顺利地坐上了汽车。此时的福瑞也没什么大碍，拿起对讲机让众人拦截鹰眼和洛基，但洛基有心灵权杖在手，很快便解决了拦截的人。此时的福瑞也在实验室崩塌的前一秒坐上了直升机。想起宇宙立方被抢，自己还中了一枪，这让福瑞感觉很没面子，随后便命令寇森开始摇人。此时的寡姐正在与一群罪犯玩着角色扮演的小游戏，随后寇森的电话便打到了罪犯的手机，罪犯一脸懵逼的把电话交给了寡姐。寇森表示现在急需寡姐的帮助，但是寡姐却表示自己正在工作。随后寇森对寡姐说道，鹰眼被洛基控制了。寡姐听后让寇森等自己一会儿，随后一套不解释连招解决了眼前的众人。到死这群罪犯都没有想到，之前还和自己玩角色扮演的寡姐竟然这么强。随后寡姐捡起地上的手机，拿起地上的滑轮天弩便向外走去。寇森在电话里让寡姐去寻找大块头班纳，而自己则去寻找钢铁侠托尼。在一个偏远的贫困地区，寡姐找到了隐居的班纳。看到班纳的寡姐虽然表面淡定，但是内心依然慌得一批，毕竟变了身的浩克就算再来10个寡姐也顶不住啊。还好此时的班纳已经可以控制浩克了。寡姐见状并告诉了班纳，蕴含庞大能量的宇宙立方被人抢走了，而宇宙立方发射的正是伽马射线，因此神盾局想要依靠班纳对伽马射线的认识，从而找到宇宙立方的下落。班纳见状当即表示同意加入他们。在一处地下拳馆内，沉睡了70年的美队似乎并不适应眼前的生活和世界的变化，对着沙袋尽情的宣泄。此时福瑞突然出现，并邀请美队加入复联的队伍。可是美队似乎对于神盾局开发宇宙魔方并不赞同，但是听到宇宙立方被抢走，还是同意了福瑞的邀请。
另一边的海底，为了让斯塔克大厦可以做到能源自给，此时的托尼身穿钢铁侠战衣，正在修复海底的供电管道。随着管道的接通，托尼也心满意足地返回大厦，准备找小辣椒甜蜜双排。此时的贾维斯却告诉托尼，神盾局的寇森正在联系他。托尼让贾维斯回绝掉寇森的电话，随即便进到屋内，准备和小辣椒准备烛光晚餐。此时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托尼本想假装一下人工智能回绝寇森，不料下一秒，寇森直接黑进了斯塔克大厦，出现在托尼的面前。随即，寇森便把重启复仇者联盟的文件交给了托尼。随着文件打开，看着曾经被自己父亲打捞上来的宇宙魔方，前一秒还在回绝的托尼，下一秒便同意了寇森的邀请。此时，拿到了宇宙魔方的洛基，也在博士的帮助下，准备利用宇宙立方打开传送门，使奇塔瑞大军来到地球，满足自己统治地球的梦想。但是博士却表示，打开宇宙大门少了一个关键性的元素——元素。为了得到这种稀有金属，洛基来到了德国科学家赛弗博士的酒宴上。他把赛弗博士按在了桌子上，然后将一个特殊的仪器插入赛弗博士的眼睛里。另一边，被洗脑的鹰眼则通过传感器模拟出了赛弗博士的眼睛，通过视网膜扫描，顺利打开了密室，成功拿到了元素。此时酒宴的众人看着赛弗博士被杀死，顿时一片惊慌，纷纷向外跑去。看到这一幕的洛基也是不慌不乱地跟在人群的后面，随后发动权杖击飞赶来的警车，然后换上自己的金牛战衣，最后一个闪现来到众人面前，然后利用影分身把整个人群团团围住，并高呼让众人跪下。众人见状纷纷下跪，洛基似乎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也开始了自己的装备发言。人群中一个老人似乎看不惯装备的洛基，竟然站起身来反抗洛基。洛基见状也准备杀鸡儆猴，随后便发动权杖，准备一炮带走老人。千钧一发之际，美队从天而降，利用盾牌反弹了洛基的攻击。原来洛基的出现早就被神盾局监视，此时的寡姐也驾驶着战机对着洛基发出警告。不等洛基反应，美队便对着洛基打了起来。但是洛基仗着有心灵权杖，竟在打斗中逐渐占据上风。寡姐想要帮忙，可是无奈洛基的影分身实在太多。就在这时，托尼闪亮登场，一发能量炮便击飞了洛基。洛基见状也不再抵抗，竟乖乖举起双手投降。就这样，洛基被众人押解回神盾局。飞机上的美队觉得很不正常，作为诡计之神的洛基竟然会乖乖投降。托尼却不以为然，反而嘲讽美队被冰封太久。话音未落，天空突然响起雷鸣，随后一个闪电划过，雷神索尔出现在了飞机上面。察觉异常的托尼戴上头盔，打开飞机机门准备查看，不料机门刚被打开，雷神便一锤子击飞了托尼。随后索尔捏着洛基跳下了飞机，托尼见状便追了出去。美队也不甘示弱，背着降落伞就跳了下去。洛基被索尔带到了一个山顶，索尔试图说服洛基交出宇宙魔方，可洛基此时脑子里都是如何占领地球，怎么会听得进去索尔的话？自从彩虹桥被摧毁，众人都以为掉落彩虹桥的洛基领了盒饭。此时得到洛基还活着的信息，奥丁动用了所有的能量，才将索尔传送到地球，目的就是为了带回宇宙地方和洛基。就在两人聊得正嗨时，被托尼强行抱进小树林的索尔很不服气，这也是两人的首次见面。虽也不认识谁，两人互相嘲讽起对方的穿搭，随即便扭打在一起。美队及时赶到，制止了两人，并劝索尔冷静下来，好好谈谈。但此时被惹怒的索尔怎么可能冷静下来？随即一锤子击飞托尼，然后抡起锤子朝着美队打去。美队举起盾牌抵挡，一阵爆炸声后，周围的一切被夷为平地，三人也逐渐冷静，最后决定带着洛基先行返回空中基地。作为诡计之神的洛基竟然没有趁乱逃跑，被带回基地的洛基被关在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牢笼里。在与福瑞的对话中，洛基察觉到关押自己的牢笼其实是为浩克而准备的，随即洛基便用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成功的激怒了浩克。绿巨人觉得自己完全不被信任，然后洛基又成功的让所有人怀疑神盾局研究魔方的目的不是解决能源问题，而是有着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果然美队、钢铁侠等人很快就发现了被福瑞隐藏的秘密。神盾局开发魔方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研发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在众人的质问下，福瑞终于说了实话。
自从雷神来到地球引发一场大战后，神盾局就明确地知道了宇宙中充满了许多比他们更为强大的生物。为了避免被威胁侵略，所以才不得不秘密研发大型武器，以应对将来的险境。此言一出，本来就不怎么团结的几人很快便吵了起来。此时被洛基控制的鹰眼射出炸弹，成功击毁了空中基地的3号引擎，众人也被爆炸波及。福瑞让托尼修复引擎，此时被洛基刺激的班纳也变身成为绿巨人，在基地里面大肆破坏，对着寡姐就是一顿追杀。就危险时刻，索尔一个飞扑击飞了浩克，随后2人便打了起来。为了避免基地受到重创，福瑞派出飞机攻击浩克，成功吸引了浩克的注意。生气的浩克扑到飞机上，然后对着飞机就是一顿猛锤，飞机很快便报废。然后浩克便同飞机一起朝地面坠落。3号引擎在托尼的维修下也成功恢复，虽说过程比较坎坷，为了修复引擎，托尼的战甲也变得伤痕累累。此时的寡姐也遇到了鹰眼，2人展开了激烈的打斗。在打斗中，鹰眼也逐渐恢复了理智。索尔本想质问洛基，却被洛基迷惑，反被关进了监狱。特工寇森本来想帮忙，却不料被洛基这个老六偷袭，最后领了盒饭。寇森的死也成功唤醒了众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众人觉得当务之急就是阻止洛基打开宇宙立方。托尼开始分析，洛基是个骄傲还爱出风头的自恋狂，他一定会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托尼转念一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喵的，不就是自己的家吗？不出所料，逃走的洛基竟然来到了斯塔克大厦，并把开启传送门的宇宙立方安装在大厦的楼顶。当托尼赶回斯塔克大厦时，宇宙立方已经被启动。托尼对着宇宙立方就是一发能量炮，不料却被宇宙立方反弹。因为宇宙立方的防护罩为纯能量，无法被击破，托尼只能采用 B 计划。刚脱下战甲，洛基就出现在他的面前。托尼见状，只能拖延时间，假意与洛基谈判。不料洛基这个老六丝毫不讲武德，想要用控制鹰眼和博士的方法控制托尼。随即拿着心灵权杖对着托尼胸口一顿猛戳，可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洛基不管怎样发动宝石的能力，托尼都没有任何反应。原来是托尼胸口装有反应堆。恼羞成怒的洛基抓起托尼扔下了大厦。此时的新战甲马克7号也冲出来，朝着托尼坠落的地方飞去。在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托尼成功穿上战甲。此时的宇宙立方也发出了强大的能量，传送门成功被打开，无数的奇塔瑞大军接踵而至。托尼连忙冲上去阻止，可是无奈人数太多，托尼根本无法阻止来到地球的奇塔瑞大军，开始对着城市发动攻击，所到之处无一幸免。此时的索尔才匆匆赶到，看着执迷不悟的洛基，索尔也不再手下留情，很快洛基就被索尔拿下。但是索尔还是不忍伤害洛基，结果却被洛基捅了一刀。索尔彻底愤怒，他将洛基狠狠打了一顿。眼看打不过，洛基也趁机搭上奇塔瑞的战舰溜走。此时的奇塔瑞母舰也已经来到了地球，无数的小怪从母舰飞出，城市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此时的班纳博士骑着电驴赶到，众人见到班纳的到来，也是更加有了希望。随即班纳便变身浩克，一拳拦截下了外星母舰。随后托尼一发炮弹，外星母舰也成功被摧毁。此时的复仇者们也成功聚集，但是天空中的传送门依旧不停地传送着敌人。众人决定分头行动。托尼负责封锁整个区域，只要有跑出去的外星人，就直接轰成渣渣。索尔则利用雷电拖延即将被传送来的敌人。此时的浩克也是彻底放开自我，对着城市里的敌人就是一顿猛锤。浩克愤怒值拉满，直接找到洛基。不等洛基说话，洛基直接被打得怀疑人生。此时神盾局内，福瑞接到上级的报告，为了全人类的安危，他们决定朝城市里发射导弹，以此来阻止外星人的入侵。福瑞听到后，拿起火箭筒，第一时间准备摧毁导弹。不料上级做了2手准备，见状，他赶紧联系托尼，希望托尼可以拦截导弹。另一边的斯塔克大厦楼顶，随着洛基被浩克胖揍，被控制的博士也终于恢复清醒，对着寡姐表示道：“只有洛基的权杖可以关闭传送门。”寡姐听后也拿起权杖，准备关闭传送门。此时的托尼也成功的找到了导弹。此时的他有了更好的主意，他决定不摧毁导弹，反而举着导弹朝着传送门飞去。此时的贾维斯提醒托尼，
这一次可能是凶多吉少。但是托尼丝毫不惧，很快就穿过传送门，将导弹送到了奇塔瑞的太空母舰上。此时的托尼也已经没了能量，闭上了双眼。此时地球上的外星人因为母舰被毁，也失去了能量，众人纷纷抬头望向天空，但始终看不到托尼的身影。美队无奈只能下令关闭传送门。在传送门将要被关闭的前一秒，托尼出现了。可是此时的托尼正在急速下坠，在落地的前一秒，浩克突然出现，抱住了急速下坠的托尼，众人纷纷围了上去。就在众人以为托尼领盒饭的时候，随着浩克一声怒吼，托尼竟被唤醒。此时的洛基还没从被浩克的胖揍中缓过神来，就被复仇者们团团包围。最后在众人的注视下，宇宙地方和洛基被索尔带回了阿拉斯加接受审判。此时宇宙的某处，战败的奇塔瑞首领跪在地上，虔诚地汇报地球的情况，而他汇报的对象正是首次登场的灭霸。托尼在纽约之战的表现，此时也让灭霸刮目相看。纽约之战过后，众人也回归了自己的生活。洛基当年遗忘在地球的心灵权杖被神盾局日复一日的研究，但是神盾局的内部却出现问题，神盾局几乎被一个神秘组织九头蛇给彻底占领。虽然说在美队与寡姐的联合下成功重创了九头蛇组织，但早在神盾局带回洛基权杖的时候，九头蛇就已经开始布局。其中一名研究洛基权杖的科学家因不满神盾局高层管理，被九头蛇成功说服，并偷走了洛基的权杖。他们此时在首领男爵的组织下，不仅打造出一批高科技的武器，而且还利用心灵宝石制造出异能双胞胎。坏银和绯红女巫旺达两人，此时的福瑞也决定再次召集复联众人前往九头蛇基地抢回权杖。复联众人接到通知，立马前往东欧地区。面对复仇者的猛烈攻击，九头蛇的小兵如同砍瓜切菜般被打倒。托尼也是一马当先，朝着九头蛇的基地就飞了过去，本想一炮消灭整个基地，但是却被防御系统抵挡。在贾维斯的帮助下，托尼也成功的破解了基地的防护罩，成功的来到了基地的内部。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当时纽约大战后奇塔瑞大军遗留在地球的武器和军舰。很快，托尼便看到了此次任务的目标——心灵权杖。就在托尼准备拿权杖的时候，旺达突然出现在托尼身后，并利用能力蛊惑托尼的心智。接着，托尼的眼前便看到了令他恐惧的奇塔瑞军舰，浩克扎得像个刺猬一样奄奄一息，复仇者众人也倒在了血泊中。托尼看着眼前的场景，上前查看，却突然被美队抓住手腕。眼前的一切正是托尼的心结。在关键时刻，托尼清醒了过来，他意识到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来不及多想，他立马召唤了机甲手套，然后一把拿起心灵权杖。复联众人完美的完成了任务。回到斯塔克大厦后，托尼开始研究起了心灵权杖。通过托尼的研究，竟发现心灵权杖中有一种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要比贾维斯强上几千倍。随后便给班纳介绍了这种意识。在纽约之战后，托尼一直想要打造一支钢铁军团来保护地球，此时这么好的机会就放在眼前，托尼立即劝说班纳一同研发奥创。随后两人便瞒着众人开始研究奥创，但是研发的过程比他们想象的要难。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此时的他们也是十分沮丧，便安排贾维斯盯着实验，他们则去参加酒会。随着两人刚离开实验室，这边的奥创竟然成功融合。奥创在短短的几秒内便读取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贾维斯察觉到了不对，准备联系托尼，结果却被奥创碾压。随后也是在机械手臂的帮助下悄悄升级。此时的复联众人丝毫没有察觉，依然在举行酒会。此时的索尔吹嘘着自己的锤子，表示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拿得动。鹰眼第一个表示不服，嚣张地朝锤子走去，结果还是尴尬了。托尼见状不忘嘲讽一番，随后戴上机甲手套，但是手套都快冒烟了，锤子也纹丝不动。不服气的托尼喊上罗德一起。此时班纳博士也来到了锤子前，班纳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锤子却还是丝毫未动。轮到美队时，锤子竟然动了一下，这让一旁的索尔紧张到了极点。随后美队却表示自己拿不起来，这一举动给足了索尔面子。但索尔不知道的是，有的人表面拿不起锤子，背地里说不定连连招都想好了。
就在众人还在有说有笑的时候，升级成功的奥创却突然出现，众人瞬间懵逼。随后，奥创便操控着托尼的钢铁军团对众人发起了攻击。奥创趁乱命令手下拿走心灵权杖，众人拿起武器也开始对着钢铁战甲输出。齐心协力下，此时就只剩下奥创自己。奥创表示，要想实现和平，就要消灭复仇者。索尔见状，一锤子甩出，面前的奥创便被砸得粉碎。面对眼前粉碎的外壳，奥创没有丝毫留恋，顺着互联网就跑路了。结束后，很明显事态已经愈发严重了起来。奥创作为最新型的人工智能，如果获取了核武器的发射密码，那么世界将面临危机。索尔冲上前掐住托尼的脖子，因为这一切都是拜托尼所赐。如果不是托尼乱造什么人工智能，就不会有这档子事。美队及时出面制止了两人，并表示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奥创，并拿回心灵权杖，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此时，逃跑的奥创来到了九头蛇的基地，并利用机器给自己重新塑造了一副外壳。但是此时的奥创还不完美，为了剿灭复联，他需要用震金打造出的完美战甲。为此，他找到了快银和旺达两兄妹。这两兄妹原本生活在普通的家庭，不料有一天，自己的父母却被刻着斯塔克工业的导弹炸死。三人目标一致，很快就达成了同盟。为了找到震金，三人来到了非洲海岸，在一处废弃船舱找到了贩卖震金的黑市商人。黑商告诉他们，这个东西价值几十亿元。奥创眨眼间，几十个小目标瞬间进到黑商的账户里，但是黑商看到转账方竟是斯塔克工业，便误以为奥创是托尼他们派来的。奥创听到托尼的名字，手起刀落，便卸了黑商一个手臂。此时复联众人也根据线索及时赶到，双方见面格外愤怒。奥创面对着创造自己的老爹托尼，也是丝毫不留情，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快银仗着自己速度快，竟敢去拿雷神甩出去的锤子，下一秒就被锤子带飞出去。这时旺达出手了，对着众人施展幻术，众人很快就陷入到内心最恐惧的时刻。就在旺达想要控制鹰眼的时候，不料却被鹰眼反手控制。见到妹妹有难，快银快速撞飞鹰眼，随后救走妹妹。两人刚跑出船舱，便看到了等候在外面的班纳。旺达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被旺达控制住的班纳瞬间失控，变成了浩克，并冲进城市中大肆破坏。此时的托尼察觉到浩克的不对，便放弃了奥创，前去寻找浩克。毫无支援的托尼只能召唤出反浩克装甲，从而阻止浩克。托尼企图用言语让浩克恢复，但是浩克听到班纳的名字后瞬间失控，然后跳到战甲背后开始暴力拆卸。好在托尼装备多，源源不断的零件从卫星中传送过来，然后自动修复着反浩克装甲。随着浩克向托尼冲来，被浩克毁掉的手臂也已经修复完成，两人拳头碰撞，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紧接着便准备把浩克带出城去，可是浩克怎会如他所愿呢？两人冲进了大厦，托尼也是给了浩克一拳重击。牙被打掉的浩克也是彻底愤怒，对着托尼就是一顿输出。随着浩克从废墟中坐起，意识也逐渐清醒，看着周围人恐慌的表情，浩克也明白了，地球上的人并不喜欢自己。回去后的班纳也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这边拿到震金的奥创利用心灵权杖控制住了海伦博士，准备用震金和心灵宝石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身体。就在意识到刚被转移新身体一半时，一直对奥创心存疑虑的旺达突然能检测到奥创的想法。好奇心的驱使下，眼前的一幕把旺达吓一跳。奥创的目的竟然是要毁灭全人类，这一想全人类，那不是自己和哥哥也都活不成了。悄悄帮助海伦博士摆脱了心灵宝石的控制，而这边的复联众人也是赶到。奥创命令手下带着新的躯体离开，然后双方一如既往的发生了打斗。在打斗中，旺达和快银两兄妹也成功洗白。复联虽然抢到了躯体，但是寡姐却被奥创抓走。回到复联基地，托尼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看着眼前现成的躯体，要不然把贾维斯扔进去试试。就在这时，美队突然进来，并让托尼停止实验。这边洗白白的快银也是飞快地拔掉了连接躯干的所有电线。美队甩出盾牌摧毁设备，托尼见状也穿上战甲和美队扭打起来。此时赶来的索尔准备一锤子打爆躯体，不料雷神之力却成为了充电宝。
随着躯体被充电完成，终极人工智能幻视闪亮登场。看着眼前的人工智能，众人都不敢妄动。这时幻视却表示自己既不是奥创，也不是贾维斯，而是自我产生的一种独立意识，自己也是为了和平而诞生的。听到幻视的话，众人逐渐放下心来。此时被绑架的寡姐发来定位，众人看后便立即动身前往。奥创与幻视刚见面便擦出了火花，幻视仅仅是一个照面便把奥创的思维封锁起来，这导致奥创再也不能通过互联网逃跑了。奥创转身启动了重力装置，导致整片大陆被带到空中，等到达一定高度后加速下落。如果成功，那么地球将再次见证一下恐龙灭绝。随后见状，奥创一波激光眼把奥创成功击飞，但装置还是被成功激活。在钢铁侠和索尔的帮助下，给奥创最终一击。奥创刚起身就被浩克一拳打飞。此时的众人也忙着清兵。鹰眼在救小孩时，被击飞的奥创竟然驾驶飞机返回，然后对着鹰眼就是一顿射击。见状，鹰眼也是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背对枪口，一道银光闪过，快银为鹰眼挡下了所有的子弹，自己却不幸身亡。另一边，察觉到哥哥离去的旺达也是法力开到了最大。浩克见状，跳上了奥创驾驶的飞机，一把将奥创扔向地面。旺达来到奥创身边，掏出心脏准备捏碎。此时一个小兵竟然关闭了反重力装置，整片大陆开始下降。复联众人不得已只能联手，在空中炸毁了这片大陆。在炸毁的前1秒救走了旺达，至此复联众人再次完成了任务。远处，奥创用仅剩的残破之躯和幻视交代着遗言，被镶嵌于幻视脑门子上的心灵宝石射出激光，奥创原地去世。而扔掉了奥创的浩克还留在飞机上，对于他之前的失控毁灭城市依然觉得很懊悔，就连黑寡妇的表白都不敢接受。他也准备随着飞机一起飞下去，直到飞入雷神3。托尼也再次返回阿斯加德，托尼也准备回归田园，复联基地里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旺达、幻视、战争机器、猎鹰纷纷加入复联。就在众人以为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远处的宇宙中，看着再次逃过一劫的地球，身穿盔甲的紫薯脑袋再也忍受不住，戴上无限手套，准备亲自动手收集无限宝石。返回到阿斯加德的雷神，在与姐姐海拉的战斗中意外坠落彩虹桥，被传送到了萨卡星，在这里意外遇到了自己的好友浩克。面对阿斯加德被占领，雷神带着浩克女武神乘坐飞船重返阿斯加德，准备夺回阿斯加德。但是无奈海拉的力量实在太强大，迫不得已索尔只能转移族人，并释放出火焰巨人毁灭阿斯加德和海拉。看着阿斯加德被毁，索尔便驾驶着飞船带着自己的族人前往地球定居。不料在中途却遇到了灭霸的飞船，灭霸的手下屠杀了大半个阿斯加德人。此时已经获得力量宝石的灭霸丝毫不把两兄弟放在眼里。灭霸的目的就是洛基手里的空间宝石，也就是宇宙立方。随即便利用索尔威胁洛基。不忍心的看着索尔死亡，洛基也是交出了空间宝石。就在灭霸准备伸手拿宝石的时候，却被突然出现的浩克扑倒，随即便对着灭霸拿出一套连招。就在浩克以为拿捏灭霸的时候，此时的灭霸却轻松钳制住浩克的双手，然后对着浩克就是一顿胖揍。浩克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索尔想要上前帮忙，却被灭霸手下乌木猴利用魔法紧紧困住。一边的海姆达尔见状，用最后的力气召唤出彩虹桥，用来把昏迷的浩克传送回地球。灭霸见状，直接杀死了海姆达尔。索尔见状，也只能悲伤地怒吼着。灭霸拿起地上的宇宙立方，然后取出空间宝石，安装在自己的手套上。作罢，灭霸便派人前往地球去获得时间和心灵宝石。此时的洛基站出来表示自己可以带路前往地球。洛基说着便拿出手里剑，准备给灭霸来手偷袭，不料却被灭霸看穿，然后单手抓起洛基，送他领了盒饭。随着灭霸离开，飞船也随之爆炸。被传送回地球的浩克砸中了纽约的圣殿，也就是奇异博士的家。正准备出门的王和史蒂芬看着突然到来的浩克一阵懵逼。班纳见状也是直接告诉他们灭霸就要来了。史蒂芬见状也马上找到托尼，并表示如果灭霸成功获得6颗无限宝石的话，那么宇宙将会面临一场浩劫。托尼表示如果毁掉其中1颗，这样就永远也凑不齐6颗宝石了。但是作为时间之石守护者的史蒂芬并不赞同托尼的想法。
班纳却认为，此时只有保护起现在已知的宝石拥有者，才能阻止这场战争。现在要找到心灵宝石的拥有者幻视，并把它保护起来。此时的托尼却因为内战的事情，一直和美队保持着冷战。在班纳的劝说下，托尼不情愿地拨打了美队的电话。此时，外面的动静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原来，灭霸的手下此时已经驾驶飞船到达地球。在远处的彼得此时也感应到了危险，随即便发射蛛网，打开校车，趁乱逃了出去。此时的众人来到街道上，看着飞船上传送下来的灭霸手下黑矮星与乌木猴。托尼此时想要让班纳给大家打样，但是被灭霸揍怕的浩克并不敢变身出来迎敌，无奈托尼只好帅气变身。这也是糯米战甲首次亮相，随即一发炮弹便击飞了黑矮星。一旁不能变身的班纳露出了羡慕的神情。不等托尼装完逼，便被乌木猴顶飞了出去。史蒂芬见状，也召唤出传送圈，将班纳送回安全的地方。刚返回战场的托尼便被黑矮星带到了隔壁的街道。就在托尼被打倒的时候，小蜘蛛及时赶到，帮助托尼挡下攻击。最后两人联手，但是依旧打不过黑矮星。在关键时刻，王打开传送门，成功救下两人。黑矮星的手臂也被传送门切断。这边的博士也开始与乌木猴展开攻击，但是并不了解乌木猴能力的博士只能单方面挨打，最后被乌木猴控制。乌木猴见状，便朝博士胸口的时间宝石抓去，可是宝石的能量根本不是乌木猴能承受的。无奈之下，乌木猴只能将博士打包带上飞船。小蜘蛛见状后想要救回博士，不料自己也被带走。托尼见状也是加大马力想要追上飞船。此时的飞船已经离开大气层，飞船外的小蜘蛛也因为缺氧而晕了过去。在关键时刻，托尼发射纳米技术，成功给小蜘蛛来了波变身，也成功救下了小蜘蛛。刚变身的小蜘蛛还没来得及观察，就被战衣突然打开的降落伞带离飞船。为了救回博士，托尼只身一人打开飞船。此时地面上的班纳也捡起了托尼的手机，给美队打去了电话。飞船里的乌木猴正在对着博士严刑逼问，想要博士交出时间宝石，却丝毫没有察觉已经进入飞船的托尼。正在托尼苦恼怎么拯救博士的时候，小蜘蛛却突然出现。原来他并没有回到地面，而是利用蛛丝挂在了飞船边上。此时的托尼也顾不上责怪小蜘蛛，在小蜘蛛的提议下，托尼出现在乌木猴身后，然后一发炮弹击穿飞船的墙壁，巨大的吸力将乌木猴吸出飞船。小蜘蛛也发射蛛丝，及时拉住博士。托尼也十分熟练地焊接上飞船的墙壁。在太空的乌木猴也终于领了盒饭。此时的托尼并不准备返回地球，而是确定前往灭霸的家乡泰坦星等着他，给灭霸来个瓮中捉鳖。而博士表示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放弃时间宝石。小蜘蛛也终于得到了托尼的认可。此时，在宇宙的另一边，银护队伍收到了宇宙中的求救信号。在完成空间跳跃后，眼前的一幕让众人大惊失色。太空中漂浮着大量的尸体和残骸。突然，索尔撞击到了银护的飞船上。当察觉到索尔还活着的时候，几人一起将索尔带到了飞船内。螳螂女发动能力唤醒了索尔。醒来的索尔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众人，并说出灭霸将要前往虚无之地抢夺现实宝石。可是想要杀掉灭霸，就需要趁手的兵器。几人商量后决定分头行动。火箭、格鲁特、雷神前往矮人族打造兵器，剩下的人则前往虚无之地阻止灭霸。等到星爵等人赶到虚无之地时，却看到灭霸正在逼问收藏家宝石的下落。毁灭者看到灭霸，便不顾星爵劝阻，准备找灭霸送死。幸好螳螂女及时催眠了他，但是剧烈的动静也引起了灭霸的注意。卡莫拉见状也不再隐藏，主动冲了过去，对着灭霸就是一顿连招。灭霸竟然被卡莫拉刺中大动脉。就在以为灭霸就此被消灭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开始发生变化，真正的灭霸也走了出来。此时也已经拿到了现实宝石，原来此前的一切都是灭霸利用现实宝石伪装出来的假象。随后在星爵的注视下带走了卡莫拉，跟着灭霸回到飞船内。卡莫拉见到了同为灭霸养女的妹妹星云，此时的星云被大卸八块。灭霸为了威胁卡莫拉，说出灵魂宝石的位置，不断的折磨星云。卡莫拉不忍星云受苦，便告诉了灭霸位置。两人很快就来到了灵魂宝石的所在地沃米尔星。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被宇宙立方传送来的红骷髅。
此时的红骷髅已经成为了灵魂宝石的引路人。红骷髅表示，如果想要得到灵魂宝石，就要献祭自己的最爱。听到这里的卡莫拉顿时就笑了，灭霸这么无情残忍的人，怎么会有真爱？此时的灭霸看着卡莫拉流下了眼泪。此时的卡莫拉也明白了过来，原来灭霸最爱的就是自己。灭霸一直将卡莫拉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不忍心，但是为了得到灵魂宝石，灭霸还是将卡莫拉扔下了悬崖，也成功获得了灵魂宝石。至此，只要再拿到地球上剩余的2颗宝石，就成功收集了全部的宝石。另一边的前往矮人星的索尔对着火箭讲起了自己的遭遇，火箭听后便将自己珍藏的眼珠子送给了索尔。索尔很喜欢这个礼物，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眼珠曾经被火箭藏在哪里。3人抵达矮人星后，此时的矮人星已经破烂不堪。原来灭霸的无限手套就是矮人族打造的。矮人族打造完手套后，灭霸便杀掉了所有人。现在整个矮人星也只剩下了矮人王。索尔请求矮人王帮助自己打造一把神器，用来干掉灭霸。矮人王听后也是非常乐意，但是此时的锻造炉出现了问题，需要被人重新开启。索尔见状不顾危险，准备手动打开锻造炉，顿时强大的能量涌向索尔。矮人王也见状抓紧打造，最后索尔也抵抗不住能量的冲击掉了下来，暴风战斧也打造了一半，此时还缺一把斧柄。格鲁特见状利用自己的树枝将暴风战斧缠绕在一起，然后自断手臂，就这样一把暴风战斧成功出世。此时远在地球的幻视也遭到灭霸手下的偷袭，幻视直接被王任将军刺出原形，旺达刚准备帮助就被比邻星偷袭。此时的王任将军准备强行取下幻视的宝石，赶来的旺达击飞了2人，并带着幻视开始跑路。不等2人跑远，便被比邻星追上，双方就此展开了2v2大战。而受伤的幻视根本不是对手，很快便被王任将军打败。就在旺达准备1v2时，美队与猎鹰及时赶到，很快就将2人重创。比邻星与王任将军见状也落荒逃跑。随后美队众人带着幻视返回复联基地，成功的与罗德会合。寡姐也见到了消失已久的班纳，班纳提议要想阻止灭霸，就只有取出心灵宝石。幻视也表示愿意牺牲自我，但是唯一具备摧毁宝石能力的旺达却不忍。此时的班纳表示可以借助高科技设备来取出宝石，同时也不会伤害幻视本体。但问题是，现在的人类根本不具有这样的科技。这个时候美队想起了黑豹，于是众人即刻动身前往瓦坎达。此时的瓦坎达之前在内战时主动要求冰封自己的巴基已经苏醒，并收到了瓦坎达公主的礼物，一个由震金打造的机械手臂。众人抵达瓦坎达，向黑豹寻求帮助。美队也见到了曾经的老朋友巴基，随后众人就将幻视送到了苏瑞的实验室内。但是苏瑞表示，幻视的宝石可以拆除，但是因为宝石过于复杂，所以需要较长的时间拆解。而此时瓦坎达的防护罩却遭到了外星飞船的撞击。复联众人马上察觉到了异常，原来是灭霸手下前来抢夺心灵宝石。众人见状便让旺达留下守护幻视，而其他众人则外出抵挡敌人进攻。众人坐上飞船，纷纷前往防护罩周围，准备抵挡敌人，从而为幻视争取更多时间。不能变身的班纳也穿上了反浩克装甲。此时的防护罩外，在比邻星的命令下，数以万计的外星生物开始攻击防护罩。此时的外星生物却想绕后，黑豹见状便决定打开防护罩，从正面迎击对方，不能让对方绕后。在黑豹的命令下，双方便开始了首次正面交锋。无奈对方人数太多，复联众人此时也逐渐落入了下风。此时一道闪电落下，索尔、格鲁特和火箭匆匆赶到。拥有暴风战斧的索尔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后一个乌鸦坐飞机就解决了一群小兵。敌方见状也召唤出了几对高速旋转的齿轮，齿轮所到之处无人幸免。就在即将要强行给寡姐发盒饭的时候，旺达及时出现，使用能力控制齿轮飞起，双手一挥，朝着身后的小兵甩出，可怜的小兵直接被砸死一片。比邻星见旺达出现，便命令王任将军去寻找幻视，自己则偷袭了旺达。寡姐与瓦坎达黑妹及时出现，但是作为2个人类，根本不是比邻星的对手。关键时刻，旺达出手，直接送比邻星领了盒饭。而这边的王任将军也成功的赶到了苏瑞的实验室。
幻视也来不及切割宝石，便抱着王任将军冲出实验室。这时，黑矮星也赶到，面对双重夹击，幻视很快便被击倒。关键时刻，班纳及时赶到，随后和黑矮星拉上班纳离开了战场。两人来到一处瀑布旁，开始了 solo。黑矮星一刀便折断了反浩克的手臂。班纳此时还想变身浩克，可是浩克依旧不肯出现。危急时刻，班纳捡起地上的手臂，套在了黑矮星的手上，然后黑矮星便成为了天空中最亮的星星。而另一边的幻视之前本就受伤，现在再次被王任将军刺中。关键时刻，美队赶到，但是很快美队也败下阵来。王任将军掐着美队的脖子，准备送美队领盒饭，突然身后的幻视出现，一剑刺穿了王任将军。与此同时的泰坦星、托尼、博士还有小蜘蛛已经抵达，与他们一起抵达的还有寻找卡莫拉的星爵等人。众人一番商量过后，决定守株待兔，给灭霸来个瓮中捉鳖。随后众人纷纷埋伏好，拿到灵魂宝石的灭霸刚返回泰坦星，托尼就送了他一份大礼。此时的灭霸已经拥有了4颗宝石，面对这样的攻击轻松化解。对着托尼刚准备发动攻击，就被小蜘蛛射了一点蜘蛛丝。毁灭者也冲出，对着灭霸小腿来了2刀。为了不让灭霸继续使用宝石，博士让斗篷缠住了灭霸的手，小蜘蛛也利用传送门花式救灭霸。空中的托尼开始火力掩护，不料产生的能量却被吸进宝石中。随后灭霸抬手便将托尼击飞数百米。此时星云也驾驶着飞船出现，对着灭霸就是一顿乱砍。博士也利用电鞭缠住灭霸双手，小蜘蛛也发射蛛丝控制灭霸。螳螂女利用传送门使用超能力催眠灭霸。此时的托尼也奋力准备拔出手套，而此时的星爵看到灭霸被催眠，便问起卡莫拉的位置。一旁的星云告诉星爵，卡莫拉已经领了盒饭。星爵听后瞬间失控，随后一拳打出了复联4。这边彼得马上要脱下手套，被催眠的灭霸瞬间清醒，一把抢过手套，然后挣脱众人控制。此时的灭霸也不再手下留情，利用宝石召唤出一颗陨石砸向托尼。就在大家都在手忙脚乱时，博士终于站了出来，然后与灭霸来了波魔法攻击，两人打得难舍难分。但1颗宝石怎能有4颗宝石厉害？就在灭霸准备了结博士时，托尼甩出机械手套控制住灭霸，随后两人也是 solo 模式。托尼熟练地运用着战甲，两人一时间竟然打了个五五开。随后一拳打到灭霸脸上，灭霸至此也是被托尼拿下1血。托尼的操作成功激怒了灭霸，随后灭霸也不再留手，发动宝石的能力，一拳拳地打在托尼身上。就在要发动宝石彻底抹杀托尼的时候，博士表示愿意用时间宝石换托尼一命。拿到时间宝石的灭霸利用时间宝石传送走了。此时的瓦坎达战场看着首领被杀，小兵们也是兵败如山倒，纷纷驾驶飞船准备逃跑。索尔怎么会容忍，使用暴风战斧毁灭了飞船，准备团灭对方。此时一股无形的杀气笼罩着众人，美队察觉不对，便开始召集大家。灭霸就在这时也利用传送门成功抵达了地球。看到灭霸到来，众人纷纷上前迎战，可是众人哪里是灭霸的对手？幻视见状也要求旺达毁掉自己的宝石。旺达虽然不舍，但还是使用能力开始摧毁宝石。在最后一刻，旺达也是成功摧毁了宝石。本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灭霸也不可能再次集结宝石，可没想到灭霸却利用时间宝石扭转时空，让本已经毁灭的幻视复活。旺达想要阻止，却被灭霸一拳击飞，随后伸手生生地抠下了幻视的心灵宝石。刚复活的幻视就这样再次死亡。至此，灭霸也成功地收集了6颗宝石，一股巨大的能量也环绕在无限手套上。此时姗姗来迟的索尔甩出暴风战斧，战斧无视宝石的能量向灭霸劈来，战斧也成功地砍中灭霸的胸口，但是灭霸并没有死亡。见状，索尔准备上前补刀，灭霸此时却给索尔一个建议。说完，左手便打响了一个响指，打完响指的灭霸也打开传送门开溜。此时的复联众人也开始一步步消失，身处泰坦星的众人也不能幸免，最后只剩下了托尼还有星云，其他人全部消失。
灭霸成功地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消灭掉了宇宙中一半的生命。城市中的福瑞也感到了异常，便打开汽车，掏出一个老旧的传呼机。这个传呼机正是当初的鲸队丢给福瑞的，并叮嘱福瑞只有在极度危机的情况下才能呼叫自己。在最后一秒，福瑞成功发射信号，便化成了灰烬。另一边的天台上，蚁人为了收集治疗粒子，在皮姆博士以及黄蜂女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量子领域。而这边收集好治疗粒子准备离开的蚁人，利用对讲机呼叫皮姆博士，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回应。身处量子领域的蚁人并不知道，此时的宇宙一半的生命正在消失，而刚刚天台上的众人也在灭霸的响指下消失，自己则被困在了量子领域。此时的泰坦星上的托尼还有星云驾驶飞船准备返回地球，可是飞船在与灭霸的打斗中已经耗尽燃料，现在距离地球还有好几千光年，而他们已经在飞船上20多天了，飞船内的氧气也已经严重不足。托尼来到驾驶舱，对着破旧的头盔诉说着自己最后的遗言，然后就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就在这时，飞船外一道刺眼的光逐渐逼近飞船，托尼睁开眼就看到了收到信号赶回地球的鲸队。在鲸队的帮助下，托尼和星云成功地返回地球，并回到复联基地。回到地球的托尼却异常暴躁，因为在纽约战争后，托尼就曾建议打造一批武装机甲将地球保护起来，但是却遭到美队等人的反对。托尼认为这也是此次复联失败的根本原因。越说越激动的托尼甚至一把将反应堆推下，然后交给美队，随后自己就体力不支瘫倒在地上。此时的鲸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寻找灭霸，可是众人却并不知道灭霸的位置。此时的火箭表示，在几天前一颗无名星球上爆发了巨大的能量，这很有可能就是灭霸再次使用了宝石。然后众人便决定前往去寻找灭霸。众人坐上飞船，穿越跳跃点，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鲸队察觉到整个星球上没有任何军队，只有灭霸自己。此时的无名星上，完成了目标的灭霸也脱下来铠甲，成为了一个种田老农，过着安逸的生活。随后鲸队一个飞扑冲进屋子，扑倒灭霸，随后双手紧紧锁住灭霸的脖子。班纳也从地下钻出，与战争机器一起控制灭霸的双手。随后索尔从后方挥动战斧，一斧砍掉灭霸的手臂。火箭上前查看断臂，但是此时的无限手套上早已经没有了宝石。灭霸却表示自己的目标已经完成，宝石的存在除了诱惑将毫无意义，所以宝石已经被毁掉。索尔愤怒地挥动战斧，砍掉了灭霸的脑袋。就此，漫威最强 BOSS 死亡。灭霸虽说死了，可是众人的心情依旧苦闷，这也就代表着消失的人们将永远不能回来。时间转眼5年过去，一个破旧的仓库内，一只老鼠不小心触碰到了什么开关，就这样被困在量子领域5年的蚁人终于被放了出来。但是出来后的蚁人很是懵逼，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大变样，而外面世界的5年在量子领域中也不过是5小时而已。蚁人走在陌生的世界，看着满街的寻人启事以及布满石碑的公园，石碑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全部都是失踪人员的名字，而自己的名字竟然也出现在上面。蚁人火速地跑回家里，可是开门的人却让蚁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看着眼前长大的女儿，此时的蚁人才知道时间竟然已经过去了5年。见状，蚁人也是来到了复联的基地，然后对着众人说出了自己5年的经历。自己在量子领域待了5个小时，而现实世界却已经过去了5年。也就是说，他们只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进入量子领域，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离开量子领域，就能做到时空穿越。只要他们赶到灭霸收集宝石之前成功阻止灭霸，那么就能改变现在的情况。这个方法虽然很疯狂，但是也是现在唯一可行的方案。但是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机器，于是美队便带着蚁人和寡姐来找隐居的托尼。但是现在的托尼早已经和小辣椒生下来女儿，并不想再参与这些事情。他们只好去寻找另一位科学家班纳。此时的班纳已经可以与浩克完美融合。美队众人说明了来意，浩克表示自己并不擅长这个领域，但可以尝试一下。晚上的托尼因为美队的话坐立不安，想起自己消失的干儿子帕克。托尼坐在实验室准备进行模拟试验，但是竟然出乎意料的成功了。可另一边的浩克也开始了实验，这可把蚁人给折腾坏了。
一会儿变成老年蚁人，到了最后竟然直接变成了婴儿。浩克还对自己的实验表示满意。此时的美队看不下去了，决定来到门口透气。而这边托尼也开着车来到了复联基地。看着沮丧的美队，托尼表示他们的实验肯定失败了，因为班纳的实验只是让一个人完成变化，而不是真正的时空穿梭。为此，托尼向美队展示了自己制作的时空导航仪。使用时空导航仪，他们就能穿越到指定的时间段内。现在一切就绪，他们要做的就是召集人手，说干就干。班纳带着火箭前往边缘的海滨城市寻找索尔，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曾经拥有18块腹肌的索尔，现在竟然做到了99归一，成为了一个大胡子油腻男。看来这5年里，索尔依旧沉浸在灭霸的事件中不能自拔。浩克向索尔表示了来意，但是却被索尔拒绝。最后，火箭表示有酒喝，最终索尔也表示了同意。另一边的东京街头，身穿黑衣的鹰眼正在屠杀黑帮组织。原来，当时灭霸的响指导致鹰眼的妻女消失，为此鹰眼也开始在东京惩恶扬善。此时的寡姐也找到了鹰眼，表示来意后，鹰眼果断选择加入。到此，幸存的复仇者们成功集结，众人穿好战服，由鹰眼代为测试。有了时光导航器的帮助，鹰眼成功的穿越到了过去。众人都很兴奋，这证明他们的计划是完全可行的。他们开始分析宝石的出现时间以及地点，接下来便开始了分头行动。第一队由美队与托尼带队，他们回到纽约大战时期，这正是初代复仇者第一次集结的时期。接着，班纳来到纽约的圣殿，很快就见到了古一法师。班纳看着古一胸前的时间宝石，便准备硬抢，不料却被古一一掌打得灵魂出窍。见硬的不行，班纳就开始来软的，不断的恳求古一。但是不管班纳如何说，古一就是不肯交出。最后，班纳说出了史蒂芬亲手将宝石交给灭霸的事情后，古一思考片刻，便将时间宝石交给了班纳。另一边的托尼也悄悄回到了斯塔克大厦。很快，另一边的复联众人很快就制服了洛基。随后，过去的寡姐将心灵权杖交给了神盾局的人。此时的寡姐并不知道这些人就是九头蛇的人。托尼见状，立马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美队。随着九头蛇的人打开电梯门，美队便走了进来，对着伪装成神盾局的九头蛇高管说道。美队就这样拿到了心灵权杖，可是没走出几步就遇到了这个时间段的自己。过去的美队以为是洛基的阴谋，话不多说便朝美队打来，两人就这样打得难解难分。战斗中，美队对着过去的自己来了波剧透。过去的美队听后一脸疑惑，美队趁对方迟疑之际，拿起心灵权杖便控制住了过去的美队。此时的托尼让蚁人缩小，进入到了这个时期托尼的反应堆里，拔掉了反应堆的电线。趁着众人混乱的时候，托尼趁机拿走装着宇宙立方的箱子，扬长而去。正当要走出大门的时候，浩克半路杀出，一下就将装着宇宙立方的箱子撞飞，宇宙立方立马飞到洛基的脚下。就这样，捡漏王洛基拿起宇宙立方，打开传送门就钻了进去。这可真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这番操作把蚁人给气坏了，因为他们的皮姆粒子只够众人往返一次。此时的托尼想到了一个地方，那里不仅有宇宙立方，还有皮姆粒子。说罢，便带着美队前往了1970年的神盾局基地，让蚁人带着心灵权杖先回去。来到1970年的神盾局后，美队负责偷拿皮姆粒子，而托尼去拿宇宙立方。托尼也因此见到了自己的父亲霍华德，事情也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也成功的拿到了宇宙立方。另一边的雷神和火箭则来到了2013年的阿斯加德，此时的洛基正在牢房里被关押，这里也是雷神2的时间线。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被现实宝石附身的茧，从茧的身上提取出现实宝石。但是当索尔看见自己的母亲后，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母亲就是在今天被杀害的。此时的火箭一个大逼斗打在索尔脸上，然后带着雷神继续寻找宝石。可是走了一会儿，索尔不见了，没有办法的火箭只好独自行动。另一边的索尔则是偷偷看着母亲，但很快就被母亲发现。身为女巫的母亲也察觉到此时的索尔来自未来，索尔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情绪，一把抱住了母亲。就在这时，火箭也成功的拿到了现实宝石。身后的阿斯加德人正在追击火箭，索尔见状也顺走了这个时空的雷神之锤。
另一边的鹰眼和寡姐也是来到了沃米尔星来获取灵魂宝石。红骷髅告诉二人，想要获得灵魂宝石，就必须要献祭生命。两人听后抢着去死。最后鹰眼一剑放倒寡姐，快速跑到悬崖边上，准备一跃而下。关键时刻，寡姐出现救下了鹰眼，然后自己掉下了悬崖。就这样，鹰眼成功的获得了灵魂宝石。与此同时的罗德和星云也来到了莫格拉星，在这里埋伏即将出现的星爵，从而拿取力量宝石。很快，跳着尬舞的星爵就出现了。罗德见状，一拳打倒星爵，然后拿走力量宝石。与此同时，在这个时空的星云也在灭霸的带领下去搜寻着宝石。此时的过去的星云突然感应到了未来星云的记忆，随后在乌木猴的操作下，成功提取了未来星云的记忆。这下未来发生的事情都被现在的灭霸熟知。此时，未来的星云正准备跟着罗德返回时，却突然接收到了过去星云的记忆。这下可不好玩了，星云立马准备向众人报告，但不料竟然没有信号。随后，这个时空的灭霸出现，星云也被抓了起来，而皮姆粒子也被抢走。过去的星云假装成现在的星云回到未来，此时的众人也都回到了未来。面对寡姐的牺牲，班纳十分难受。为了不辜负寡姐，大家立马开始了计划。托尼成功地打造出了无限手套，宝石也被镶嵌上去。但是此时的问题是由谁打响响指呢？此时的索尔表示自己是最强复仇者，理应由自己打响指。但是众人看着满肚子肥肉的索尔都不放心。此时班纳表示自己最适合打响指，因为宝石散发的伽马射线自己太过熟悉。众人也默认了这个建议。随后众人进入防御状态，班纳也戴上了无限手套。随着手套戴上，班纳承受着巨大的能量。班纳忍痛打出响指，宝石的力量瞬间毁了班纳的一条手臂。众人见状，赶忙帮助班纳治疗。此时鹰眼的手机突然响起，看了一眼，竟是消失的妻子打来的。这也成功的证明了众人的行动是正确的。此时，过去的星云悄悄打开时间隧道，过去的灭霸也被传送过来。传送来的灭霸对着复仇者基地就是一阵炮火轰炸。班纳众人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压在了废墟之下。此时的鹰眼在废墟内发现了无限手套，刚拿起手套，身后就出现了一群外星生物，见状也开始朝外跑去。一发弓箭射穿了燃气管道，随之而来的爆炸也带走了外星生物。此时鹰眼看着迎面而来的星云，毫无防备的就将无限手套交给星云。鹰眼并不知道此时的星云竟来自过去。过去的星云拿过手套便准备开枪打死鹰眼，但是被赶来的卡莫拉以及未来星云击杀。另一边的托尼、美队、索尔走出了废墟，但是却看到了坐在废墟外的灭霸。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索尔立刻就召唤了暴风战斧和雷神之锤，准备决一死战。灭霸见状，不慌不忙地表示，之前自己以为消除宇宙一半的生命就可以了，但是通过看到星云的记忆后，此时的灭霸要消灭整个宇宙，然后再利用宝石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宇宙。随着灭霸说完，三人再也忍受不了，对着灭霸就开始了三英战吕布。索尔甩动雷神之锤扔向灭霸，灭霸却拿起托尼挡下了攻击。现在的灭霸虽然没有无限宝石，但仍旧可以与三位超英打得不分上下。索尔高举战斧朝着灭霸砍去，但是现在的索尔明显不是灭霸的对手，被灭霸抓起来就是一顿暴揍。索尔伸手召唤战斧，战斧却被灭霸拦下，然后对着索尔的胸口劈去。此时的索尔危在旦夕，一旁的美队也不再隐藏，拿起雷神之锤，配合着盾牌，对着灭霸就是一套丝滑小连招。这让一旁的索尔看得一脸兴奋，想起当初美队还假装拿不起雷神之锤，现在竟然连招都秀得飞起。灭霸更是被连招打得措手不及，最后甚至召唤出了闪电劈向灭霸。灭霸也彻底愤怒，拿起地上的大刀，对着美队就是一顿狂劈。震金打造的盾牌也被打得破裂，美队在强烈的攻击下遍体鳞伤。此时灭霸的大军也成功抵达，美队对此也是丝毫不惧，站起身来孤身一人对抗灭霸大军。就在这时，耳边的对讲机突然响起，随后一道道传送门在美队身后开启。首先出场的是黑豹，紧接着奇异博士、小蜘蛛、星爵等纷纷出现，身后的传送门也越来越多。
宇宙各地的超英都在此聚集。漫威布局长达10年的终极之战终于打响，随着美队一声令下，所有超英毫无畏惧地冲向灭霸大军。变大后的蚁人一马当先，一拳就干爆了灭霸的外星母舰。成为少妇的小辣椒也身穿纳米战衣，化身女钢铁侠，与托尼打起了配合。托尼清兵时再次被黑矮星偷袭，此时的小蜘蛛也是再次救下了托尼。黑矮星也被变大的蚁人一脚踩死。看着眼前的小蜘蛛，托尼再也隐藏不住思念，一把抱住了他。此时的星爵也再次见到了卡莫拉，但是星爵并不知道眼前的卡莫拉是来自过去的卡莫拉。星爵上前准备动手动脚，却被卡莫拉一下正中靶心。星爵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此时的鹰眼抱着手套逃避追杀，因为基地被炸毁，量子隧道也没了，宝石已经不能被送回去了。此时的蚁人表示，还有一个量子隧道就在远处的面包车里，但是启动量子隧道需要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要在10分钟内确保手套的安全。此时的乌木猴也发现了鹰眼手中的手套，一时间全部的小兵都朝着鹰眼围去。黑豹见状，一把拿过手套，突破小兵的包围圈，但是却被灭霸甩出的大刀击飞。灭霸拿着大刀朝着黑豹跑去。此时的旺达从天而降，看着眼前的灭霸，旺达把自己的能量放到最大。灭霸被旺达带到空中，身上的盔甲在旺达的能力下开始破裂，眼看要撑不住了。灭霸下令让空中的母舰发动攻击，旺达被炮弹击飞，灭霸也捡回了一条命。此时的乌木猴即将要拿到手套，被小蜘蛛半路拦截，在母舰的攻击下，复联众人无法还手。就在这时，空中一道闪光冲向母舰，母舰瞬间爆炸，来的人正是鲸队。小蜘蛛也将手套交给了鲸队。随着鲸队的到来，漫威真正的复联也正式集结。此时的灭霸大军在复联眼中如同砍瓜切菜般。此时的量子隧道也已经被开启，鲸队抱着手套朝着隧道冲去，灭霸准备阻止，却被复联女团击退。我就不明白为啥灭霸不直接毁掉量子隧道呢？这边的鲸队马上就要进入量子隧道，灭霸也是终于智商在线，朝着量子隧道甩出大刀。量子隧道爆炸，带飞了鲸队，手套也掉落在了地上。灭霸上前准备抢夺手套，被一旁的托尼阻拦。面对手套的诱惑，灭霸像嗑了药一样所向披靡，最后成功击退了众人，戴上了手套。鲸队赶来，也被灭霸甩飞。此时戴上手套的灭霸准备打响指，被甩飞的鲸队及时出现，一把拉住了灭霸的手。灭霸被鲸队控制着手臂，无奈之下一把拽下手套上的力量宝石，对着鲸队就是一拳。有了力量宝石的加持，一拳就将鲸队打出100米。此时灭霸准备继续打出响指，正在蓄力之际，被托尼一把抱住手臂。随着托尼被甩飞，灭霸傲娇地说出，随之打响响指。可是周围并没有任何变化，这可就尴尬了。灭霸也一脸懵逼地看着手套。就在这时，被甩飞的托尼突然高举手臂，此时托尼手中的6颗宝石闪闪发光。原来在刚才的拉扯中，托尼成功顺走了宝石。随着托尼说出，然后响指打响，灭霸的大军也开始逐渐消失。这次复联彻彻底底的胜利，灭霸也终于被消灭。不等大家高兴，刚打完响指的托尼因承受不住宝石产生的能量，半个身子被宝石的能量烧焦。就这样陪伴了我们10多年的钢铁侠，随着灭霸的离去，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大战过后，被灭霸响指带走的人也全部回归，世界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超英们也为托尼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法府的索尔也把王位交给了女武神，自己选择跟着银护环游宇宙。美队也在班纳的帮助下，通过时间穿梭回到了过去，交还了宝石还有雷神之锤，而且再也没有回来。此时的班纳还以为机器出错，但只有巴基知道美队去寻找自己的挚爱了。在湖边，猎鹰和巴基看到了年迈的美队，此时的美队也将盾牌交给了猎鹰，暗示猎鹰将成为下一代的美队。至此，复联这个系列就全部讲完了。大家觉得钢铁侠还会归来吗？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也可以关注我，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更多漫威精彩内容。